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还在山西，在代县的大山里面有一座非常奇特、与众不同的道观，它的建筑是镶嵌在悬崖裂缝当中，想要登顶非常困难，必须呢通过一根铁链才能上去，因为它是垂直的，没有道路。在旁边的殿宇呢，你要想到达，也是要走那种悬空栈道、木栈道才上去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体验一下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的道观。我们先看看导览图，那个夹在裂缝当中的建筑就是在这一块，应该是好几层，是一座道观建筑。然后这一块呢，就是那种悬崖栈道、木栈道，有好几栋建筑。我们从这里一直爬上去，这里呢被称之为天台18洞。洞洞皆胜境，洞洞有建筑。现在我们开始上去，这一块还是有点冷啊，比那个县城起码低5度左右。山境第一观，这个名号挺大的。这里的门票是50块钱，我已经进来了，到上面还得攀爬一段距离。现在这一段还比较好走，等一下那个悬空栈道就比较刺激了。说到寺庙，大家一定会想到，很多人也去过山西五台山的寺庙。其实呢，在山西寺庙是非常多的，数多数不过来。它很多寺庙呢是建在大山里面，这就催生了很多悬空寺庙、悬空建筑。我走了全国这么多地方，按照悬空寺的数量来讲，山西是最多的。这大山里面确实是非常冷，前方还能看到没有融化的冰块，也可以说是山上那些流下来的水在这一块结冰了。这里也有一栋殿宇，我们上去看看是什么。这就是木栈道啊，这等于也是属于悬空栈道了。感觉年代也有些久远了。哎呦，这还好是低一点，高一点我都不敢走了。这个是弥勒佛殿。弥勒佛也是佛教里面非常知名的，这完全是在大山里面。我开车差不多绕了将近20公里的山路才到达这个地方，就证明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啊。那么最早来这里修建道观的肯定是想隐居、想避世的人。刚才我们看的是弥勒佛殿，就相当于是佛教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最早肯定是道观了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候还没有佛教寺庙，佛教大概是东汉的时期从西域传过来的。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道观建筑啊，它是比寺庙早很久的。你像之前我们在陕西看的龙门洞那个悬空建筑，在春秋那个时候有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没多远，没想到还挺高的。这上面以前有索道，现在可能停了。这一块好多冰，近距离再看一下，都有几十公分厚。这些都是有10多公分，是山上这些水流下来，然后在这里结冰的。哇，这里都差不多
30公分厚了，很少见的。冬天的话，我估计这一块全部是冰雪。这2年我在山西待的时间比较多啊，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。一个呢是山西人文历史太丰富了，有很多可看的。另外一点呢，山西四季分明，特别是夏天，山西的北部很凉快，比较适合避暑。这样我就来了。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终于来到了。现在我们在外表看起来，这一座寺庙比较普通啊，它是叫做天台寺。这些建筑呢都是新修的。那走到里面，别有洞天。我刚才买票的时候，那个工作人员说，这个寺庙里面呢，还有一位师傅在这里，常年在这里，好像有几十年。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碰到。能够碰到的话，找他了解一下。我们要看的那个裂缝的建筑就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顶部啊，还有一些悬空栈道、悬空建筑。等一下看看能不能走，因为是木栈道，可能比较危险的。如果能走，我们就走；不能走的话，我们就航拍看一下天台寺，因为这里属于天台山嘛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裂缝当中的建筑。非常明显了，这里总共是7层，每一层都可以上去，特别是从下面到中间，难度是非常高的。特别是第1层到第3层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完全是垂直在崖壁上面，靠铁链上去。现在我们就去挑战一下这个悬崖裂缝当中的建筑，要攀爬上去非常不简单呐。这一块叫做朝元洞，我数一下，看看它有几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层。下面这一层肯定是最高了，主要是个通道，大部分的建筑呢是在那一块。这里还有提醒啊，要有充足的体力才能攀爬上去。这一块还有个重修碑记，看不到是什么时期的。这门非常小啊，基本上只能过1个人通行。进来了，就在这一块。哦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的形状。这完全是垂直崖壁上弄的通道。哎，我发现这里跟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有点不一样啊。看到别人攀爬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梯子的，可能是最近加上去的吧。以前只能靠这个崖壁上的台阶加上这个铁链，那相对来说现在可能就是好走一点了。这是以前没有装钢筋梯子的模样。崖壁呢非常光滑，你要上去的话是比较困难的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攀爬了。铁链、钢筋的梯子，这个钢筋梯之前是没有的。我看了很多视频，他们以前是没有梯子，上去的话必须是靠这个铁链，还有这个崖壁上的这种开凿出来的台阶，非常惊险刺激啊。那现在有了这个钢筋梯子，我感觉这个难度肯定是小了80%了。以前这里灯光都没有，现在都有灯光。我猜想可能这个是近期弄的，因为我3、4月份还刷到有人来过。现在我们开始攀爬了。现在这样就非常好走啊。像这一块这些就是以前攀爬脚踩的地方，上面都是如此啊。就是人呢靠抓着这个铁链，然后靠脚蹬上去。而现在呢，这个铁链你可抓可不抓，完全可以抓这个钢筋梯子。这个难度就降低了很多。
关键是以前还没有灯光啊，是摸黑前进，摸黑上下。像这一块隔了差不多1米，中间是没有钢筋的，那么我们就得靠踩旁边这些，包括这一块。到了这一块，我来挑战试一下，不走这个钢筋梯子，直接靠这个铁链和崖壁上的这个小台阶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上去。好，开始了。哎呦，哎呀，不行，好累，还好这个后面有这个墙壁，没有这个墙壁根本就上不去啊！这等于是用墙壁支撑你的肩膀跟背，但是越来越难了。这就是以前没有钢筋梯子要怎么攀爬，我就做一下示范。你看多难。主要是这边没地方靠脚，哎呀，不行，怪不得我看视频，很多人到这里就不行了，就是大概这里3米的距离不好上来，等于靠这个铁链和墙壁上这样攀爬，我是失败了，上不去。而现在有铁链了。基本上我一只手都可以攀爬，你看，很快速的就上去了，没什么太大的挑战。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钢筋梯子，想要上来，基本上是很难的。它这里设计还是有点巧妙啊，就是每一层用砖堆积起来的，1、2、3。相对来说，靠这个帮你支撑了，要不然没有这个墙壁，再厉害的人估计都很难上来，甚至说10个人有1个人能上来就非常不错了。你看，有这个钢筋，我一下就上来了，基本上就快到了。像我现在下去，也可以快速的走。这就是这个钢筋梯子的作用了。真的，有时候在讲啊，一个地方有意思的地方或者惊险的地方，后面一定会改善的。你像我们说的悬崖栈道，以前没有护栏，走的人多了就会装护栏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现在知名度越来越高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挑战的话，没有这个钢筋梯就有点危险。那后面为了安全，可能就把它加装上来。也可能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参观这个裂缝当中的建筑。有这个梯子的话，基本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能上去。上面就是阁楼，我们得从这边绕过去。终于上来了。总体来讲没什么难度，现在的这个梯子没有什么难度啊。我们现在等于是来到了第3层，在这一块呢就有阁楼存在了。3、4、5、6、7等于是明面上镶嵌在裂缝当中的建筑，这些呢都是新修的，以前肯定是有啊，只不过是损毁了，也是根据山体来建造的。按照资料记载，这个地方非常早就有人在这里居住。春秋晋国的时候，有一个赵稿的贵族，由于一些事情呢，他算是逃难来到这里生活，后面在这里修行。人们呢为了纪念他，就把这个地方叫做赵稿观。关于这里有寺庙的话，追溯应该是可以到达北魏时期，因为那个时候佛教算是已经比较兴盛了，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寺庙，特别是山西大山里面寺庙就更多了。这样算起来，这个裂缝当中的建筑已经有差不多1500年了，后面历朝历代都是有修缮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部分建筑大概是上个世纪修复的。继续来看一下这些里面的建筑，这一块应该属于罗汉殿吧，
应该是18罗汉。这个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了。从3楼去4楼，有一个木梯子，这就相对来说好走一点。这里也没有什么难度，在我前面呢还有几个人，转过来就可以了。这边有块碑，大明晋省山西雁门郡雁门关嘛，代州代县。第4层是释迦牟尼、1佛2菩萨。这都是在这种裂缝当中建造出来的，根据山体来打造的。那这边上去同样也是靠木梯子的。它每一层都有这个栏杆的，也是为了安全着想。第5层这一块算是真武殿了，因为供奉的是真武大帝。那在这里啊，就有点奇怪了。你看，供奉的是真武大帝，这边呢又是佛光普照。我开始上去了，上面是第6层。越到上面越窄小，因为那个裂缝也越来越小，自然而然殿宇呢也是更小了。去第1层，现在这边是第7层的通道。第7层不光是窄，高度也不高，这门都很容易碰到头了。里面呢是弥勒佛，大肚子弥勒佛，笑口常开嘛。这里有些人在这一块还留下名字，真的是有意思啊。我从上面下来了，在这一块碰到一位工作人员，他跟我说，那个钢梯子是前一天刚刚装好的，主要就是为了安全，为了更好的参观，才修建了钢梯子，以及加上了灯光。说真的，我还是比较佩服之前没有装钢梯子的时候，能够爬上去的人，还是比较厉害的。因为在以前完全是全靠一根铁链才能登顶。在这一块裂缝当中的建筑就差不多看完了，确实是非常少见的。我们平时看悬空寺、悬崖栈道，那个寺庙的建筑呢，大概是一栋在悬崖上，或者是在裂缝当中，而这里呢是整整7层建筑在裂缝当中，比我们上次看到龙门洞的3层建筑还更多。看完了裂缝当中的建筑，也就是赵皋观，本来我想来走一走这个悬崖栈道以及上面的悬空寺，结果到了入口处发现呢已经封闭了，说是这些木栈道算是年久失修，有点危险，不能上去。现在呢正在维修，可能以后啊会弄成那种石头栈道。那如果弄好了，肯定就更方便，能够更好的参观了。如果到时候修好了，我还会来一趟的，把整个这一块的这些建筑全部看完。你像这个崖壁上这栋建筑呢也是非常震撼的，只是可惜现在上不去了，希望这个时间不会太久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